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领略大师风采，聆听智者声音，欢迎大家光临独秀大讲坛。独秀大讲坛是我校一个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报告讲学的学术性活动。我们的宗旨就是使每一位师大学子能够真正的拓展视野，博采众长。那么今天光临咱们独秀大讲坛的嘉宾就是来自上海慈善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国际著名慈善理论家，被誉为当代玄奘的索达吉堪布，欢迎您的到来。下面请允许我针对索达吉堪布其人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索达吉堪布，四川甘孜卢霍人，1985年舍俗出家，前往色达五明佛学院前沿教理，精苦修持。自1990年开始四处弘法，足迹遍及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以及香港、台湾等地。1995年被推任为美国纽约喇荣显密中心导师。2007年发起启动爱心之号召，设立智悲慈善基金，劝勉佛教徒奉献一份爱心。近年来，索达吉堪布应邀前往清华、北大、人大、复旦、南大、浙大、中大、华师、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与众多知识分子进行交流，将佛教的真理与当今科学结合起来，引用了许多科学巨匠、哲学泰斗的观点，深入浅出地向大家展示了佛教的奥秘，令莘莘学子受益匪浅。本次索达吉堪布将为我们带来的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减轻压力的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索达吉堪布为我们带来演讲。我今天来到斯坦大学，广西斯坦大学，跟老师跟同学一起交流，一起学习，这是按照我们佛教说的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我想我们大家都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呢，都会珍惜这个因缘，因为时间很珍贵，就像生命一样，我们每一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果用在有意义的求知方面，是非常好的。我刚才看到学校的这个最羡慕的地方有孔夫子的像。同时也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你们的校训也叫做经世中道，经业乐趣。我想在座的人都是尊敬师长，追求正义，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且呢会利乐一切群生。我也特别愿意跟这样的学者、智者经常交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我想呢，我们在座的人，都是应该说是非常年轻，有一定的远大目光和求知的理想。当然，今天在这样的21世纪的非常浮躁、非常混乱，也可以这么说，非常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人类非常需要传统文化的知识。虽然科技日益发达包括很多的知识分子，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很多有用的这些珍贵的知识呢，用在电脑里面，用在书籍当中真正藏在自己的脑海里面的人
非常少。按理来讲，很多演讲者呢用 PPT，可能在电脑上跟大家看完了以后，有些演讲者他自己也没有印象，下面的很多同学、很多听讲者呢，有时候能记下来，有些时候的话呢，他根本不记，就只是用手机来把他的文字拍下来了以后存在里面，最后自己也是并没有用上。最关键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知识呢，全部是藏在手机里，全部在电器里。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青年研讨会，好多知识全都是通过电脑来交流。有一次突然停电了，非常著名的有些教授，他也将自己拥有的时间当中没有说出来应该讲的有些话。所以我想有时科学对我们带来一种便利和方便，或者说是利益，但有时候呢，科学因为非常的技术发达的原因呢，跟我们的人脑带来一种浮躁，带来一种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想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放弃。当然，所谓的传统文化呢，是由儒释道三家你们在座的人都非常清楚。其中呢，我是今天主要讲用佛教的观点来分析我们现在如何方式来减轻自己的压力。当然，在座的人都可能清楚，尤其是大多数的有些学生呢，现在不一定在生活上有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你已经毕业了，到了社会上以后呢，的确有许多的压力纷至沓来。当然，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你现在有一些学业的压力，有一些包括考试就是在班里面的纪律甚至呢我们现在学的课本比较多等等这方面的压力以外呢，不像我们在时间上的人，首先你毕业了以后，很多人特别希望想毕业，但是你得到毕业以后呢，还有一种压力，就是就业的问题，就你能不能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工作。如果你找到工作呢还不能满意，你有家庭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那么工作的压力呢，也是牵涉到很多，上面有你的领导，下面有你需要做的事情。家庭的压力呢，就是你需要成家立业，还有呢可能就有许多的面临我们现在所谓的人呢，我们佛教都经常讲供养三宝，身口意供养三宝，意思就是说自己全身全意身口意全部都供给三宝。那么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呢，也是全部都是供给别人。什么供给别人呢？你到了社会上以后就是你要供孩子，供老人，又要供房子，供车子，有些呢买不起车，有些呢买不起房子，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一种压力。这些压力呢，会不会我们通过一次讲座和通过一次传统文化的学习，所有的压力是不是全部都荡然无存呢？是不可能的，这些压力我们必须面对。那学了传统文化和我们佛教的这些知识，对自己的减轻压力有没有作用呢？的确也是有作用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来自压力呢，有些是不可面对、不可否认的，必须要面对的；有一些呢，自己对自己添加一些压力。其实这种压力呢，我们在某种意义上面的话呢，你不一定必须要去承受，只是自己对自己带来一些不同的一些压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表面上看呢，可能跟20年、30年前的这些大学生相比较起来的，你穿的也非常漂亮，长得也很不错，再加上呢，你各种各样的这些从外表上看来的是非常成功的，可是从内心当中呢，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说是成熟能力比较弱说实在，成熟能力比较弱，再加上呢，面对痛苦和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就比较弱智，就并没有非常坚强的意志。
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通过学习一些像古老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呢，汲取一些非常好的精神粮食来，就是现在酝养滋润自己啊。因为我们现在人类已经到了21世纪，但是在我们的精神上面呢，我们最好是还是寻求到21公元前，也就是说，你们今天在这里摆着的孔夫子的像，孔夫子的像呢，实际上它是公元前大概是500年前左右出现的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那么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文明呢是一个崛起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像西方哲学的话呢，在西方公元前500年前左右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大批的思想家，亚里多德还有这个柏拉图等等很多人出来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在汉地，在中国的话呢，像孔子老子孟子、荀子等也出现了一大批的这种思想家。同时在另一个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印度也是佛教的这个创始者，也就是说呢，就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个舍利子、目犍连等这一群在印度的这些思想家，东方的这些思想家，那么他们的这些思想结晶呢，全部现在在文字上。那么我们现在在物质的科技技术方面呢，的确也是跟古人到现在比较起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在思想上，我们在有一些精神上的话呢，我们越来越往后去的时候呢，就人们呢要追溯到这20，也就是说公元前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必要大家共同学习古人呢对我们的做人、对我们的做事，就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呢，需要大家这个学习。那么这个学习呢，当然是你学1堂课、2堂课不一定是能改变你的所有的命运，但最少呢，也许通过一种方式，一个讲座，或者说是一本书，会改变你的很多的一些对生命的看法，对人生的一些转变，这是非常有可能的现在你们都知道在这个各个城市里在中国来讲呢，各个城市里面都高声的呼唤，就是美丽的城市，或者说幸福的城市大概是有100多个城市呢，都说是我们是现在要是成为这个幸福的城市。很多城市呢都说我们这个地方呢，人类最适合居住的非常美丽的这个城市。我到那里的时候，很多城市很多领导人都是这样呼唤。但实际上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有些城市的话，确实污染比较严重。从我们的人性上看呢，的确是现在不一定很幸福的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在黄金周的时候呢，因为大家都是压力非常大纷纷的往外走，大概是有7个多亿的人们呢，就是往外就出去缓解压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有些堵车有些在找不到这个宾馆等等，也是相当的这个痛苦的。那么后来有一个报告当中呢，就是显示说是现在当前来讲呢，在世界上中国是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压力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当中的真正的这种压力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缓解呢？这一点今天在座的知识们呢，需要就值得深思就需要值得分析我都是在想我们现在这个缓解有没有压力呢？应该是有的很多人我经常我们去一个城市去一个城市刚开或者是借助一些，比如说刚刚我到了这个学校的整个校园的面貌是非常的崭新也是相当的这种看起来是极其的这种美妙。但是我在想我们这里的人呢，可能表面上看呢每个人都很成功，如果你借助每一个人，或者是说你了解每一个人的心态的时候呢，
对自身的各种的一些压力啊、痛苦啊，都会有的啊。从整个你们归隐这个山水甲天下，从我们外面的人来看呢，哇，这里是这么美啊，就是到这里来生活的人呢，可能是很快乐的。可是你们长期住在这里的人呢，也许可能麻木了，就是没有觉得是这里是特别幸福、特别快乐，好像跟一般的、跟普通的人一样的，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就是说，佛教里面呢，就是叫做是有辱皆苦啊，就只要是我们有辱的话呢，都有它的一种痛苦。我们看到有些人呢，比如说有些官员、有些领导、有些富贵的人，看起来他的这种地位、财富呢，那应该很幸福的、很快乐的。但是真正如果你了解到这个人的这种身心的时候呢，他自身呢也有许多的不满和痛苦。比如说，当你去一个宾馆，刚刚去这里的时候呢，哇，这里的这个各种设施是那么豪华、那么优雅。但是你在这里居住一会儿的，你的心态呢也不那么快乐。所以这样的这种痛苦呢，实际上是我们对一切所有的万事万物呢，都有一种了解，都有一种了解的时候呢，我们佛教当中讲这个轮回皆苦啊，轮回皆苦的话呢，那么并不是意思是我们佛教是特别逃避，特别愿意呢，就是对真正的真理呢，就是不可这个正面的了解，而且予以否认，不是这样的。佛教的这种智慧呢，真正适合我们人类的这个心灵和一切万法的真相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就分享的呢一方面就是有佛教的一些真正的这个意义。这种佛教的意义呢，我们并不是让这个一个人非要你接受一种宗教来就给你传教不是这个的。但是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是，其实我们人类真正就是需要的一种精神，需要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如果谁记住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人生呢，就是过得快乐，过得这个洒脱过得开心。如果不记住的话呢，本来是这件事情是很小很简单的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在有些人的这个心灵呢，就是对这件事情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呢，我经常在想，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很多人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压力这些大的话呢，缓解的方式也有时间的方法，而我们出时间呢也有出时间的方法。那么时间的方法是什么呢？你们都知道，有些人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就倾诉对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善解人意的人面前呢，就讲一讲自己的各方面的压力打电话说一下我最近就如何的痛苦让别人呢稍微对你有一种认可了解的时候呢，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有些人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就干脆看书看一些好的书呢，就展示自己的这些痛苦呢，通过一些书本里面的内容，然后逐渐就是最后就好像忘了自己的这种各种痛苦慢慢呢就可能你就这个爱不释手就是把这些好的书呢不愿意就是放手，就是一直看下去，也有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去外面去逛旅游就逛，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实在就放下来，工作全部暂时放下来，外面去散心散心的时候，我们在自然界当中呢有很多的阴离子，这些阴离子呢逐渐就是对身体和心呢就是有用处。所以呢，人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这种自然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所有的烦恼呢就是自然这个消失。但这些都是一种展示的方法就展示的一种方法。还有些人听一些音乐就你听到了一个非常动听美妙的歌也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演讲等等，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心呢就是专注于亲临在就是他的这种这个快乐的这种基础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烦恼也一时而光，就是没有了，就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些呢应该说是在我们实践当中是解除烦恼的比较好的方法。还有一种实践当中呢这个解除烦恼的不太好的方法的话呢，有些人遇到这种痛苦和烦恼的时候呢，干脆去喝酒
啊，就是麻痹自己、陶醉自己，就这件事情就全部忘掉。就能不能呢？很难的。有些人到一些不清净的场合里面去，就开始赌博啊，就是开始搞一些这个非法的，就是让自己忘掉，在这种场合当中呢，做很多非法的事情。但这是在我们实践当中来讲非常不宜理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面的、真正的去了解面对压力的方法的话呢，的确，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呢，有时候啊。就是你没办法，就是把这个压力呢，就是转为就是真正的这个盗用。这样之后呢，在生活当中就是出现很多的一些非常不英明、不明智的事情啊。我看到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啊，就是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呢，他只有一个女孩子。那么他们家里呢，就是非常的宠爱她，从小都是把她在家里就是当作像公主一样的，但是对她的压力是非常大，就经常呢给她讲，我们家里的所有的未来的这些一切呢，全部是靠你。那么你以后呢，一定要给我们家庭就是争光，你学习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上等的。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学着，就是一直从小学到这个初中和高中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全班当中是名列前茅，应该是非常不错的。到了高3的时候呢，她的成绩呢就是稍微有点下降。她本来呢自己想是自己喜欢的一个专业，就是可能考不上就是一流的学校，但是比较中等的学校，就是喜欢自己的一个专业能考完。结果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大学教授，因为他说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如果我的女儿没有考上了最一流的、最上等的学校的话呢，那你给我没有这个给一个面子，你必须给我考好，每天都是这样，就是强加压力。强加压力的时候呢，到了后面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开始这个闷闷不乐了，语言也是越来越少了。有一次的话呢，就是这个父亲看到，就是女孩呢。他的女儿呢，就是喝安眠药，然后就是自己自杀了，而且呢，就是在他的城边就是写了一个遗嘱，就是说是这个你不孝的这个女儿呢，就是提前就是离开了。我实在是做不到你们的这个要求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面对这个现实。非常感谢你对我18年的养育，就是对父亲这样，留了一份这个遗嘱就离开了世界。那个时候就是他家人非常的痛苦，但是也的确是没有办法的。那么这种做法呢，他实在是在学习上的一些压力没有办法扛过去，最后呢就是选择一个非常就是不合理的路。因此现在有些年轻人呢就经常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说是在工作上，或者说是在其他上面，就是找到一些不平或者是不公平的时候，经常选择自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行为，这是相当不合理的。我们在座的大家应该要想到，获得人生呢，就是的确也不容易的。而这样的这个人生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应用，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中间半途而废的话呢，夭折的话呢，这是非常的不英明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戒压的这种方式呢，有多种多样的。我刚才讲，我们就出去旅游逛逛看看书听听音乐这些是一个暂时的方法，它能不能归根结底完全根除呢？的确也是很困难的就的确你听音乐，过一段时间也要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今天要讲的呢可能是比较这个深的，但是呢我们在座的知识分子们都必须面对的。因此呢，可能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就是希望你们应该就是做一个思考这种思考的话呢，的确是非常的有用我个人的话呢，也是通过这个学习那么在现在生活当中呢，的确是本身也是作为我们出家人跟你们这个在家人有些不同，就是很多方面呢就是比较轻松，但是在另一种方面呢，对自己的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前的我们的社会上的很多年轻人来讲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性方法的话呢，
的的确确也是，你到了这个社会上，有许多的抱怨和有许多的痛苦、忧郁，甚至有些呢就是得一些这个忧郁症啊，有些得自闭症啊，有些呢就刚才讲就产生这个自杀的念头啊，有些虽然没有自杀，但是呢做事情就是非常不合理啊，就极其暴躁啊，极其浮躁啊，最终的话呢，自己也是带来极其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有些通过这个学佛调整心态的这些人的话呢，虽然你照样面对生活，但面对的方式呢，的的确确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在面对的方式当中呢，我倒是建议，希望呢以后应该就是要这个试一下一些佛教的这些观念，因为这些佛教的观念呢，并不是说我们即个别人所谓佛教徒或者出家人。他们来去打广告宣传，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完全人类历史上是已经成了人们不可缺少的一种智慧。但这种智慧谁缺少了呢？就成为一种贫穷者。我们物质资源呢，也许是你很丰富的，但是你精神质量、精神资源，也就是说精神财富呢，极其贫乏、极其贫寒那么我从这个层面呢。希望呢，我们在座的人不仅是我们在物质上呢，大家要占有一些这个财富福报，而且更重要的呢，从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真正是自己呢有一种面对问题、面对痛苦的能力和面对痛苦的这样的一种这种精神。其实我们所谓的压力呢，我的认为呢，所谓的压力呢，就是用两方面来理解。有一种压力呢，就是必须要具足没有压力呢不行的怎么了？他也有压力是吧？他也倒下来了是吧？要不让他立起来好吧？坚强一点。所以我在想，我们这种压力应该是有两种，有正常的压力呢，我们是需要有的。如果我们一点压力都没有，我们在座的大学生，很多老师呢，可能生活上是非常轻松，但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的，不一定人生当中学到什么知识学到什么知识。所以我们人的这种潜能或者是这种智慧是25%是依靠智力来发挥出来的，75%的智慧和75%的有些能力呢，是依靠一种压力来挖掘出来的挖掘出来。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你从来没有讲课的这种压力的话呢，你不一定要看很多书你们很多学生如果没有这个考试的压力的话，没有将来就业的压力的话呢，你不一定学，你从小都天天玩不一定是学。所以有些压力呢，应该是需要的。人越来越有一些压力的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就是有智慧的人呢，他会越来越坚强起来。这叫做西方人呢，就是叫这个排球效应，就是球就越有压力的时候，他弹得越来越高是一种我们人，我个人呢也有这样的。我为什么经常呢出去讲课我本来是我如果不愿意讲课的话呢，谁都不会强迫让我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我自己觉得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士见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学习的机会，这是对自己来讲稍微有一点压力呢，就是对自己不会呢就是落伍，就是不会就是慢慢就是倒下去，是一种这个压力。就是在这种压力当中呢，就是成长是非常有必要的。就像我们这个人生呢，像钉子一样的，钉子呢什么东西都是没有跟它吹打呢，就不可能就是站进去的。我们人也是，不管是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没有一点压力，非常轻松的话呢，那自己应有的这些智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的。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学
你因为为了考试，你非常这个认真的、专注的所记住的这些东西呢，到你晚年的时候呢，就是还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一门课呢，就是你没有这个参加考试，所以呢，你就根本没有。我都是在20年前、30年前的，有些知识呢，当时为了应对考试，当我使劲的是在河边就是去背诵。那背完了以后呢，到现在也是有些知识呢，就是记得清楚。虽然当时是为考试的一个压力，但是对自己的人生来讲，就是这种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啊，就非常需要。但是有一种压力呢，是一种这个过于的啊，就是一种压力。那这种压力呢，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面对它的话呢，那的确是可能人在压力当中啊，就是垮下去。就刚才这棵树啊，如果我们没有把它立起来的话呢，它一直倒下去，它自己就没办法的。那么树它自己呢，就是不能自理啊，它不能自理，它没有真正的像我们人一样的灵魂的生命，而我们人呢，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啊，就是去这个倒下去，但是你自己一定要爬得起来，你自己要一种自理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的确是心里要一种这个健康坚强的一种道理啊，这个很需要的。那么我觉得这种真正要就是顽强的面对压力的这种方法呢，在佛教当中就是要找到。但是佛教当中呢，可能你们有些人要觉得啊，比如说佛教里面就是不是承认前世后世啊、业因果啊等等，就是这些事情呢很抽象的，这些是可能科学也是不承认的。那么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就是学习佛教，这些是一个就非常可笑的事情呢，也许会这么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呢，是一个错误的。为什么？佛教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呢，部分是已经这个科学和现在的一些西方哲学家已经就是认可完了的，有一部分呢就是正在认可。比如说我们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个前世人的这个前世后世存在啊，我们佛教都讲，我们今生当中的有一部分是前世的积累善的种子而今生当中得到的，有一部分呢就是今生当中自己的勤奋努力而得到的。那么前世的因今生当中怎么成熟的这些道理呢，就牵涉到就人有前世后世的关系。这个问题呢，我在不同的学校里面呢，就经常给他们讲。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呢，跟这个动物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存在前世后世的道理。那么我知不知道呢？我虽然没有他心通，也没有直接知道，但是我通过理论，通过很多的知识呢，完全就是明白，就是人肯定就是具有前世后世的。那么这个道理，你们有些人认为可能佛教徒是这样承认的，但是科学家不承认的。科学家有两种，科学家有一种呢，就是本来我们所谓的科学是现在600年左右啊，在600年当中的前面的这些，包括这个有一部分的科学家呢，就是他并没有就是否认就是前世后世的存在。这是我们在在像中国这一边的话呢，就是包括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有些道理的有些这个思想的方式的话呢，对这个前世后世呢稍微有一些背叛方式的。但是这种理论呢，到了今天的时候啊，到了19世纪末尾的时候，20世纪的时候呢，都予以这个否认了。予以否认的原因呢是什么？因为现代西方科学家他完全的是通过很多的，比如说心理学啊，还有一些这个量子力学，通过这些理论呢，已经承认就是人就并不是死完了以后就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这个获得了6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就叫做是这个艾克里爵士就这是非常这个著名的医学家就获得了63年的诺贝尔奖。他认为呢，他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本书里面就是说是人这个身体里面呢，就是没有形状没有颜色的一种这个心识的自我。这种心识的自我呢，就像我们人就是控制电脑一样的，它会控制我们的大脑就是它会控制我们的大脑。
然后当我们的大脑就是死完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这种自我心识呢，它就是永生不灭，它不会灭的啊，就这是它的从医学的角度来就是层面，我们人死了并不是或灭了，就是碎干了，就不是这样的。从医学的层面也是这样讲的。从生物学呢，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这个施伯利博士，他获得了这个1981年的就是诺贝尔的这个什么医学奖的。那么他是怎么承认呢？他认为我们这个自我的这种心识我们人所谓的灵魂，那么自我的心识的话，完全超越就是身体和外在物质的这个结构，而且呢，我们外在物质的这个结构呢，就是意外的外在物质的结构以外的有一种非物质的心识存在。这种心识呢，这种就这种心识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操控，它可以控制呢，就是大脑的非常复杂的结构。他的这个医学这个作品里面就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你们想一想，我们现在就是应该是科学的话呢，是依靠这个西方来这个证实的。那么依靠西方证实的是还有很多，像牛顿也承认科学的存在。然后我们所谓的科学之父就是爱因斯坦呢，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呢，对这个佛教的一些理论非常感兴趣，所以在有些作品上面，我去年有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佛友就是让他们就是带来了一些这个书好多书里面呢，就是他对晚年的时候呢，就所讲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和那么佛就是怎么样这个承认的这些道理，就是也承认这个前世后世等等等。所以我们不承认前世后世的呢，其实既不懂传统文化，也不懂现在的科学技术和科学原理的。那么这么一群人的话，就认为呢，人好像突然就像是蘑菇呢，就是突然在那个土里面冒出来了一样，人突然来了以后就人死了以后就再没有了。所以短短的几十年呢，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精神当中所产生的压力也好，痛苦也好，一切呢，来自于就是无缘无故当中甚至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我们所谓的这些意识的这个细胞呢，是大脑控制住等等等。这种说法的话呢，那么就是诺贝尔获奖者就是绝对是不承认的，科学呢就是绝对不承认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科学呢，已经发明了除了我们的肉体和大脑以外还有一种这个心识。而且我们实际上是有许许多多的没有大脑的这个人没有大脑的鸡没有大脑的其他的这些动物的，它完全的是也同样有一些感受和同样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意识和心态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的道理呢，可以完全就是推翻，就是前辈的就是所谓的这些以科学作为依据而不承认前世后世的所有的这些论调就全部都可以推翻。所以我们首先呢，在座的人大家都是不要这个认为是人可能是就是不可能存在前世后世这种说法呢。我希望如果真的有这种想法，你多多的学习一下传统文化，包括这个西方哲学家就是古希腊里这个哲学家里面就是这么讲的。那么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包括儒教的这个思想这些里面虽然没有着重的强调前世后世的存在，但是他们的有一些文字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明显的这个记载。我在其他书当中呢也是这个说过。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第一个就是大家要这个承认有一种前世的这个因缘我们佛教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前因后果，因果不虚，有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道理的话呢，那么当你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压力和痛苦的时候呢，你有一种缓解压力的思考的余地。有什么余地呢？我今生当中虽然没有做坏事，但是呢很有可能是不是我这个前世的一些因缘呢？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讲这个缘善则善就是缘聚则聚，就是有这样的这种格言。意思就是说，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你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你一定会是具足的。因缘如果这个散了的话呢，你怎么样也是不具足。如果你懂到这个道理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看到就是很多人呢，因为这个感情的问题啊，因为就是各种这个自己的心态不满意、不满足的原因呢，他根本不讲一种意愿，就只要把自己所想到的、所追求的东西呢，你拉到手里。你如果拉到手里以后，你越来越执着它，那就像是我们握住这个一把沙子一样的，你执着的越紧呢，就是可能流失的越多了啊。就这样以后，最终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得到。所以说，我们佛教当中呢，所讲到的这些所谓的因果报应呢，就有些人是经常这样讲，当我特别喜欢的人呢，就是失去，但失去的话呢，那就非常这个感谢给我上了一场无常的课。那么我也知道我前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业力造成基层当中呢，就是所导致的如此的这种巨苦等等。那么诸如此类的这些语言当中的话呢，的确是有一些这个真理，要懂得就是因果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呢，我们每一个年轻人来讲，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准备，当你生活当中真的要去面对的时候呢，跟其他人完全是不相同的。你应该有一种非常坚强的这个意志啊，这种意志呢，也许是不一定用金钱来买得到的我们现在有些时候的话呢，的确是有一种这个真理啊，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学会一些这个真理。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呢，经常讲 ABCD， 就是除了这个理科和文科以外的话呢，这样的这个做人，这样的面对痛苦，这样的我们以后呢，就是对这个孝顺父母也好，就是很多的这些道理呢，讲的比较少。这是我们确实是在这个教科书里面呢，本来是人需要。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技术技能智能的话呢，可能真正在以后实际生活当中用的是15%左右。但是我们没有学到的很多的知识呢，就是可能90%、80%。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就是提升的这个知识就这是我希望呢就是大家应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需要知道就是相信的呢前世后世和业因果的关系这是我想如果真正懂得的话呢会减轻我们的很多的压力，而且这种问题呢，并不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上是缓解，你看看书、听听音乐，不一定能根本上解决。如果你根本上解决的话呢，就是需要知道了这个前世后世的这些道理，就是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减轻压力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有一种满足感就是满足感。没有满足感的话呢，的确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就需要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超越的一种怎么说攀比其实我们有时候生活呢，并不是真的是需要的，而且是需要攀比而造成的。我们人呢，一般是居住在一般的房屋里面也可以，或者是你交通工具的话呢，不一定要很高级的比如说你买了一栋房子，这个房子人们都认为是这个可能越贵越好就几百万、几千万可能都很好。但是你如果它的价值越高的话，就是你最后的压力是越大的。你买一辆车，你一般的国产的一辆车的话呢，最后养它不一定很麻烦的。如果你是它是进口的一个非常高级的车呢，哪怕是它的一个螺丝坏了，或者给它加油，或者今后的维护方面的话呢，你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我们人们的这种需求越来越高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它的背后对你带来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些农民看到这些实践人的话呢也许是可能他们没有我们这个所谓的白领也好，就是知识分子和城市里面的这些人，因为你们看看他们在农田里面种庄稼，就然后过来在自己吃饭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笑声就是他们特别开心的，他们的脸上呢，就是经常看得到一些非常灿烂的这种微笑。而我们城市里面表面上看来开的豪车然后住的就是特别好的这些房屋穿的就名牌的这些衣服但内心当中的这种不安，没有安全感，谁是我，就是这就好像
比如说你的这个钱呐，就是根本没办法供下去，就以后的自己对自己盘算、自己预算的过程当中很危险的，自己也觉得说我这样下去的话呢，好像我没有这样做呢也不行啊。今天我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人的故事啊，说是以前那个乾隆皇帝到江南去的时候，跟一个农民对话。农民对话的时候呢，就是跟农民就是问，就是你觉得是这个你幸不幸福？就是这个农民呢说我不幸福啊，我非常不幸福。为什么呢？他说我这个生活上有一定的困难了。那你认为是谁是幸福？就是这个农民呢就是说是应该是皇帝才幸福啊。为什么皇帝才幸福？本来他是皇帝，他说是为什么皇帝是幸福啊？因为皇帝出去的时候呢，他可以坐马车，然后右边也有兜里面有吃的，左边也有兜里面吃的，所以他就想什么就吃什么都是可以的。当时的人们的要求是，只要坐个马车，然后两边有吃的话，那就是最快乐的。还有以前有一个铁路工人就是别人问他你觉得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是什么样，幸不幸福啊？他说非常幸福。在那个时候你说什么样幸福啊？那个时候可以吃油条，也可以吃黄糖，也可以吃白糖，还有油啊米啊，就是这些都是可以垂手而得，那不是难道幸福了吗？在那个时候的人们的幸福呢，可能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这个好吃的东西包括前两天我看到这个诺贝尔获得文学奖的莫言别人问你当时刚开始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当时刚开始也没有什么很多的目的我们山东那边就是有一个，当时别人就是听说是某某领导是某某人是非常腐败，然后问那个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是一天的是可以吃3顿饺子。当时我心里想一天吃3顿饺子那多么幸福啊！以后我多多的写作的话呢，我也能不能可能大概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原话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以后也是如果好好写作的话呢，我也可以吃3顿饺子，就是最后呢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奖，就成为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们的这种幸福的话呢，可能是确确实实吃3顿饺子我们原来小的时候也是在过年的时候一直等着，在过年的时候有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有分3颗糖就是分3颗糖。那么这3颗糖的话呢，就非常欢喜，就好长时间都是舍不得，觉得是这个等到很长时间，多么幸福！现在很多年轻人这样说的话，觉得是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不可能，3块糖还有带来这个幸福吗？吃油条怎么带来幸福吗？不可能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希求就是一些高级的车和高等的这种房子，但是你到了这个真正得到的时候呢，也不快乐93年的时候我去过美国，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呢，完全是跟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中国是差不多的。但是当时他们很多美国人呢特别痛苦，为什么痛苦呢？他们有车有房子有自己的私家车，应该是这个50以上的人有自己的私家车。当时我们就觉得说这些人很幸福就是他们的事就自己想什么到哪里都是，基本上是中层的人都可以开自己的这个车过去。但是他们很多人就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呢，他们经常跟他们在拜谈的过程当中说，我们不幸福为什么不幸福？我们要买这个私家的飞机，就是没有飞机，现在缺少这个，我们最苦恼的就是买一个飞机。现在我们可能是在这里还没有这种语言听说，没有这种听说。其实我们人的水平越来越提高的时候呢，你的幸福的标准呢越来越高。幸福的标准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你的这种生活的压力呢就是越来越重。在这个时候呢，你始终是得不到一种快乐。当你死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就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呢，就是讲放下。所谓的放下，不要让你什么都不做，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过于的一种贪欲，不要过于的贪婪。这样的过于的贪婪呢，当你死的时候呢，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得去，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前看过一个狐狸听说过一个狐狸，就是他呢，就是在一个园子里面去寻找吃的，结果呢，就是他比较胖，就是他为了寻找吃的呢，就是3天3夜没有吃，就然后一直瘦，最后呢，就是他就钻进去到里面以后，就是吃了一顿饱餐，就是特别好，然后再不断的吃，最后又胖了，回来的时候又实在没办法，就是又开始饿了3天3夜。
其实我们人呢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孤苦伶仃，就是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就是裸体而来的。当你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也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家产，包括亲朋好友呀，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留在这个人间。然后呢，你去这个可以说赤裸裸的空手而归，来到这去后世。所以人生的短暂这几十年呢，我们要有一种头脑的一种清醒的头脑来，就是对待它。那么这种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的真相，我们不能过于的贪着，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呢放下一部分，自己应该有一种随缘就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如果得到的话呢，我的缘分我应该很幸运的，很快乐的。即使没有得到的话，也许我前世的这个业不行，也许我今生的这个能力不行，因为有各方面的原因我得不到的，我不要特别的痛苦啊。有些痛苦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多人自己的这种压力，自己的自我制造的。原来听说有一个大学生，他对自己的希望非常大。他说我毕业以后呢，我一定要在3年之内，就是必须要做一个特别强的这种生意，我一定要进入世界500强这个这个企业当中，而且呢，我一定要买一个特别好的车，同时呢，我每一个月的这个工资的是要8000到1万，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要求特别高。后来的话呢，好长时间都是没有找到工作。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呢就说，你不要就这么高，就是你先租一个房子，你先呢就是工资就是大概是2000左右，你只要找到一个工作，慢慢可能会好。后来就是他按照这个朋友的行为做呢，确实是也是人有一种随缘，就是随缘的话呢，那么就是心情就比较这个快乐。所以我们在一些因缘就佛教特别讲这个因缘，但这种因缘呢，在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懂的。你如果不懂的话呢，你以后就短暂的人生当中不断的会痛苦的你在学校里面呢有学业的压力很痛苦，然后你在生活当中的话呢，有生活和工作和感情当就是很多的压力呢，就全部那个时候你可能特别羡慕你的学生时代，好多大学生都是这样的，现在很着急就尽快毕业。其实毕业就是没有什么好的，就是前面都是像这个从时间的另一个层面来讲是就是更大的一切的痛苦。然后再过了以后呢，就是成了这个老年的这个时代了。那个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就很多方面呢，不像现在一样的，就是连走路的时候，很多我们看到一些老年人的时候呢，就虽然没有明显的疾病，但是呢，连走路吃饭看东西听声音这些都是有就自然从自身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呢，我个人是确实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万法皆苦的道理呢，就是深信不疑。很希望呢，我们很多人从正面来了解佛教的。那么这样的这种看破也好，放下也好，道理就是慢慢就是再深入。那么到了最高的层次的时候呢，佛教就叫这个出离性。这样处理性，那么这样的这个处理性到的时候呢，最后也是从自我的这个解脱是不会有任何的困难的。那么第3种第几种我也不知道这多少了。反正还有一种这个解除压力的方法呢，我们经常要帮助他人就这个很重要。韩语里面成语叫助人为乐，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你有压力的时候呢，你经常就是有一些各种办法呢，就是想帮助他人。以前有一本书，大概是65年的时候就是出版的，是梅吉尔大学就是一个研究生他这个写的。他这里面讲了，就是说是如果我们降下压力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帮助他人就帮助他人。那么这种帮助他人的方法呢，你们有些人想就是一定要用这个金钱了，我现在没有金钱了，其实不一样，不是这样的。有一颗心，帮助别人的有一颗心就可以了。有一本书吧，就是叫做是这个29天的布施。29天的布施怎么讲的呢？就是说有一个病人他就得了这个忧郁症和绝症，就是非常痛苦。后来有一个非洲的医生，然后跟他就治疗以后呢，叫他在29天之内呢，每天做一个布施，就是给别人给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人特别痛苦，我连这个起床都是有一点困难，我喘不起。那怎么回事？我在29天当中给这么多的东西呢？他说你不一定要非要给这个钱财和什么，包括你从打电话就别人安慰啊，从这个精神上的爱就是可以传递。你只要有29次的这是一种心理的治疗方法。后来的的确确就是这个人呢做了这样的，到了29天时候呢，他的这个身体呢就好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多的这种这个痛苦和压力呢，如果你的身心都是放在一个帮助别人的这个心态上的话呢，那么你自身的压力呢，就是确实是越来越渐进啊。这叫做是佛教里面就是经常讲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的这个意念呢，我们在座的这个同学啊，以后呢一定要要这个记住啊。人如果没有悲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在这个人类的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环境当中的话呢，的确是这个人呢就是不可信赖的。就不可信赖的，连对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好，对身边的动物也好，人如果成了一种非常这个憎恨的、野蛮的，那么这种动物的话呢，特别这个可怕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呢，非常需要就是慈悲和邻近的一种这个心态，平等的这种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呢，在世世代代当中呢，就是人类就是最珍贵的一种这个精神珍宝就是精神珍宝。所以我们这种这个利他的心呢，也是在这个校园当中也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你们应该要这个发挥出来。如果谁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慈爱和被爱别人的一颗心的话呢，那么自己的这种痛苦呢，自然而然会减轻的。这是一个最好的窍诀啊。比如说你身体不太好，你心情呢也不太好，但是呢你忙于这个帮助别人啊，你经常哪怕是一点点的事情，你不一定非要有一些金钱上来帮助别人，哪怕是你用语言呢、用电话或者是用表情呢，哪怕是说一声就是帮助别人的这种爱语，那这些呢全部都是减轻压力的最好的一种方法。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这些圣者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人生呢，全部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人类其实最大的痛苦呢，就是我们这个自私归根结底，我们流下的眼泪呢，应该是为自己而流的，恐怕是为他人而流的眼泪不一定有你们有些年轻人呢，尤其是女孩子，有些女孩子特别爱哭，就是你爱哭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为人类现在非洲的孩子就是多么可怜呢？然后就开始这个痛哭就你哭着的有没有美国最近呢，就是什么这个飓风这个什么那个出灾难，就是他们很痛苦流下的眼泪有没有？没有的。很多人流的眼泪呢，因为你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好什么就是这个人对我什么什么，全是我在里面。所以我以前就是说过，这个很多人的眼泪的等于呢，就是我，就是因为这个有眼泪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我，当然是作为一些菩萨和真正的一些这个奉献就是自我的奉献自我的这些人的话呢，他为众生他为整个这个人类就是非常需要帮助的人面前呢，就是去流下他的这种眼泪，就是会有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的许许多多的痛苦的来源呢，就是为自己保护自己爱护自己然后呢就是因为对自己的这个太执着的原因呢，最后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容忍，有一种什么忍耐，或者呢就是说宽容和包容，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呢，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是心情呢就是放松就快乐其实很多的这个痛苦呢，就是来自于自我的一种保护。所以我们现在佛教当中呢，为什么讲无私的慈悲心呢？就是在佛教当中是最珍贵的是无私的慈悲心无私的慈悲心。那么无私的慈悲心呢，不管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的你这个西方人也好，东方人也好，非洲人也好，那么我们到了人群当中的话呢，就是需不需要慈悲心呢？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慈悲的话，那谁都愿意接近他，谁都愿意依着他。如果这个人呢心里没有慈悲心，没有良心，没有善心的话呢，谁都非常害怕的。所以人类只要存在的时候呢，那么就是
佛的这种所说的这种慈悲心呢，就是永远它的这个价值是不会改变的。那么其他的有些思想呢，我们在人类历史上，你们看看翻开历史一下啊，翻开历史，有一些思想呢，就是到现在的时候呢，基本上的是已经用不上了。用不上了。但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个慈悲的理念的话呢，它是永恒，就是需要就是存在的。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个这种新的境界，如果再次提高的话呢，佛教当中就是叫做是这个菩提心。当然，菩提心的层次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进一步的再进行升华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做是这个菩提心就是菩提心。那么还有最后一种减轻压力的方法呢，是真正的这个无我的智慧。那么无我的智慧呢，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一种智慧就是佛教里面就是经常讲万法皆空就万法皆空。但是万法皆空的这些道理呢，其实现在跟量子物理学和有些量子力学呢对比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明白，就是2500多年前佛陀所讲到的一切万法空性的这些道理这是你们有兴趣的时候呢，最好以后比一下这个佛教里面所讲到的空性，跟现在这个物理学家呢抉择了一部分，但是他们并没有抉择所有的这些道理全部抉择完的。所以这种空性如果懂到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减轻压力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怎么样帮助呢？比如说你发生一件事情你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好好想一想，其实一切万法呢，就是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实相，他也好，我也好，这个地位也好，名声也好，财产也好，如果我们用真正的智慧来观察、剖析、抉择的时候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假象而已。这种假象呢，并不是光是我口头上说，或者是别人的这种传说而已。实际上，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包括所谓的我也是一种空性的。当然，这个是没有任何的理论基础呢，恐怕是一言两言呢，就是不一定说的特别透彻明白。但是呢，你真正是懂到了这个道理以后的话呢，就是原来呢，就是万法都是像那个虚空一样的，没有一个真实的这种道理。在这个时候呢，以这样的心态当中呢，你就如果如不动的安住的时候呢，一切的这种烦恼就是痛苦呢就没有。所以现在西方包括美国和日本的话呢，好多的这个教徒呢，就是特别这种风行，就是修行。他们的修行呢，就是有两种，有一种呢，就是通过一种这个学习来，就是学习一些佛教里面的这个般若和空性法门来抉择万法，就是一切万事万物呢，没有一个实相，就是它都是虚幻的。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黑客帝国里面就是所讲的一样的，就是一些虚幻的世界。那么这是完全的是用一种理论来，就是让这个变出这样的世界，就这样可以的。还有一种的话呢，通过我们这个参就是心安住下来，最后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这个一切的这种痛苦呢，就是从这个心上这个解决。就这种方法呢，作用特别大。就是你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呢，最好是早上或者是晚上，或者是自己在这个一年当中呢，就是弄出1天2天的时间，就是专门参加一些这个参禅的会议现在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还有很多这个学校呢都有参学室就是参学室。那么这种参禅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心阳气呢，特别有这个作用的包括你们知道是那个这个苹果这个创始者这个乔布斯他也是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这个佛教徒，而且他当时呢就是在一个日本这个禅师就是在他的这个禅堂当中的话呢，就是跟这个禅师有一些对话。我原来看过有一个对话，然后当时他问一些禅师对话的时候呢，就禅师给他讲过，就是千百年以前的话呢，有一个僧人呢，就是说这个风在动；有一个僧人呢，不是风在动，饭在动。那么他们正在这个互相辩论就互相辩论，就像现在美国总统选举一样，就原来禅师这样互相辩论。那么他们正在辩论的时候呢，就是六祖禅师呢，就是当时这个出现以后呢，他说既不是风动，也不是饭动，而是心动，就心在动。
那么以这种这个参话图，就是最后的话呢，真正是了解了一切，就是万法呢，就是有一种心在动，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心在动啊，就这一点是的确是我们可以这么讲的。你们想不是心在动吧，外境应该有在动吧，但有时候呢，的确是我们，比如说他是同样的一个人。他是同样的一个，如果我心里对他看法不好的话呢，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很不好的。如果他是同样的人，如果我的心理看法对他好的话呢，那么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很好的。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去桂林女友啊，就是可能很伤心的，就是这个山美水美，什么这个人更美的，就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不一定美的，就是在心情不好的人面前，什么都很丑陋的。如果心情特别好的话呢，那么就是不用到桂林去，就是你在屋子里面也是特别开心。就是前面的这个是假的还是真的话？那真的是吧？那真的不可能在桌子上称吧？开玩笑。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是非常美的啊，就非常美。所以说当时呢，他这样的一种参话图呢，就是乔布斯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乔布斯呢，他就觉得是心在动，因此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包括一些实验啊、规划、操作啊这些当中的话呢，就是用一颗参的这种心啊，心完全静下来，心完全静下来的时候呢，他的所有的这些创造和发明的话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呈现。啊，就是自然而然呈现。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你们可能以后上班的时候，以后在这个怎么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就身心都特别疲惫不堪啊，非常痛苦的时候呢，你就晚上或者是白天呢，就是稍微那个心静下来，然后心静下来就看这个。一般来讲，我们佛教当中还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释迦牟尼佛的唐卡，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然后就眼睛就是看着他，心呢就是专注他的这个身相，然后自己的这个身心呢，就像释迦牟尼佛的手印一样，就是压地手印也可以，或者说是像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手印一样，就是定印啊，就是定印也可以。然后就心也如不动的，眼睛直看着，然后心也不动，就慢慢就是，然后闭着眼睛就是再观修，这样的时候呢，过了大概是3天4天以后呢，你原来的这个心态呢，就是完全都会改变的啊，就这是你观想一个有缘的这个佛像，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你没有，就是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就刚才你所谓的这个烦恼，这些偶尔出现的时候呢，观它的本性，你刚才的痛苦在哪里？心的外面，心的内面，最后呢，心也是照不到，痛苦也照不到，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就是安住，这样安住就是经常这样修。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心态就恢复了。所以心态调整是我们当代的这个年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如果你心态摆好了以后呢，外面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压力都是不会把你垮下来，不会崩溃的，不会呢就是受这个折磨的。如果我们的心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调整好的话呢，的确是在外面的任何的这种压力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这个会差下来。而且有些人呢，就是像成功的这个事业的话呢，也需要就是佛教的这种禅宗思想很重要。日本那个松下的这个新之助啊，就新之助，他在95岁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新闻记者就是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今天就是所有的这些拥有的这些成功的话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佛教的禅宗啊，就佛教的禅宗。后来有一个日本的这个禅学家吧，就是禅学家呢，他把这个新之助的所有的人生经历呢，就开阔的，就是有一个颂词呢，他说这个不通这个参理啊，不通参理的话呢，就是生活乏味，然后这个不明参集呢，难成大业啊，就是不明参集难成大业。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就是概括，意思就是说呢，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有一种禅的美味。如果禅的味道没有的话呢，生活就乏味，每天都是枯燥的，每天都是忙碌的，每天都是一种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有一种这个各种痛苦啊，就是等等。那么
如果我们有个很好的一种参的这种方式来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态的时候呢，自己也获得快乐，然后周围的这些人呢，就是对他们也是带来一种温暖和这个温馨。那么自己包括自己的气势啊，自己的整个这个心态呢，就是非常的安宁安静，对自他呢就是带来一种非常这个有安全质感啊。所以说，我想呢，那么这些道理啊，就是对很多人来讲是应该是非常这个有用的。希望呢，我们以上就是所分析的，就是有一些钱吧，就是奉献给这个大家，那么我们很多自他呢，就是减轻这个压力和烦恼就是痛苦就是依靠这个同时呢，大家真正增上就是智慧和增上真正的这种这个动力。我们一般就是实践人当中呢，就是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就是然后佛教当中呢，这个称之为叫做烦恼转为道用就是不管怎么样呢，在我们自他的生活当中呢，对大家就是带来这种快乐。谢谢大家。